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绝对会颠覆你三观的观念：如果你的身体就像是一台电脑，而你可以直接改写里面的软体程式来升级健康，你会怎么做？大家平常可能都觉得，哎呀，基因码、体质码就是老天爷给的原厂设定，只能默默接受。但今天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迷思，换上生物骇客的工程师脑袋，一起来看看怎么夺回你身体的绝对主控权。来，先想象一个听起来超级疯狂的情景。如果你周末待在自家厨房的餐桌上，就能随手编辑自己的 DNA 呢？没错，不需要跑到什么顶尖的医学中心，也不用花几百万美金去借国家级实验室，你只要上网订个套件，就能亲手修改自己的基因。听起来超像科幻电影，对吧？但在今天的探讨里，你会发现这不是科幻，这是一场现在进行式的真实运动。你可能会想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虽然在厨房剪辑 DNA 听起来很极端，但这场运动背后的终极目标，其实你我都超有感，那就是我们都要健康、充满活力的活到100岁。注意哦，重点是健康，这不该是有钱人的专利，而是透过科学，让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。那到底该怎么做？这就要从一位超酷、超叛逆的先驱开始说起了。第一部分，我们来认识这位叛逆先驱乔西·扎纳。乔西·扎纳是一位前 NASA 科学家，拿过顶尖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博士，本来在做火星地球化的超强研究，但他居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所有人都羡慕的精英实验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抛出了一个超前卫的概念，叫做科学民主化。扎纳觉得人类世世代代都被基因绑架，但现在科技真的够强了啊！他坚信去阅读、去编写，甚至去修改自己的 DNA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，绝对不该被锁在白色巨塔里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是把原本只有超级电脑才能跑的专业软体，变成每一个人手机里都能免费下载的 APP。为了证明我们真的不用屈服于基因的原厂设定，扎纳在2017年做了一件震撼全世界的举动。在一场公开研讨会上，他居然直接拿着一管自己 DIY 的 CRISPR 基因剪辑药剂扎进自己的手臂里。大家知道 CRISPR 吗？它就像是我们用电脑处理文件时的寻找与取代功能，能精准切掉特定的基因。透过这惊天一针，他成为已知史上第一个尝试修改自己基因的人。他想告诉全世界，我们的身体说穿了就是一套随时可以重新编程的软体。那你一定很好奇，他那一针到底想改掉什么？答案是一个叫做肌肉生成抑制素的基因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跑车的刹车皮，它在我们体内的作用就是负责刹车，不让肌肉无限制的生长。扎纳的想法超直接，如果我用基因剪刀把这个刹车皮给剪断，肌肉不就可以解锁限制疯狂生长了吗？当然啦，成人局部注射很难一下子就变成绿巨人浩克，但这个实验完美的证明了一件事，生物学的底层程式码是真的可以被我们主动介入跟改写的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，我们要如何安全的升级我们的人体系统。刚才听完扎纳的故事，你可能会捏把冷汗。放心，这次的探讨绝对不是要叫你现在上网买针筒。其实，就连扎纳本人后来也跳出来呼吁大家，千万不要盲目模仿这种没经过完整测试的自我注射。我们把他极端的 CRISPR 注射，还有他为了解决肠胃问题自己搞的 DIY 粪便移植，归类在极端骇客手法。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些危险动作，而是他背后的工程师思维，也就是从日常骇客的安全手法着手，不再被动等着变老生病，而是主动去规划、去优化我们的健康系统。第三部分，每日生物骇客3部曲，这就是你专属的系统升级方案。为了让你能马上行动，资料里面把扎纳的哲学变成了一套超实用的3步指南。你可以把这3个步骤当作是最新的软体更新档。第一步，骇入你的代谢系统。
第2步，化身为你体内的微生态工程师。第3步，夺回你健康数据的绝对主控权。这套方案你今天听完，马上就能用在生活里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步骤1，骇入你的肌肉生成抑制术。还记得刚刚扎娜想用基因剪刀剪掉的那个肌肉刹车屏吗？其实你有更安全、完全合法的方式可以做到。要知道，肌肉不只是为了让你穿衣服好看，它是你对抗老化最强的代谢引擎跟防护罩。你只要透过大重量的阻力训练，加上高强度间歇运动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HIIT， 就能在生理上自然地降低那个刹车皮的活跃度，同时还能刺激生长激素分泌。这根本就是在帮你的长寿引擎做最高规格的硬体升级啊！来到步骤2，成为你专属的微生态工程师。前面提到扎娜为了治病做的极端粪便移植，这点出了一个超重要的事实：我们肠道里的细菌根本就掌控着我们的免疫力、情绪还有发炎反应。你可以把肠道想象成一座微型的原始森林，而你就是这座森林的总工程师。你完全不需要做什么极端移植，每天的吃就是最厉害的骇客技术。多吃膳食纤维，像是泡菜或康普茶这种发酵食物，然后狠狠戒掉那些会破坏肠道屏障的加工食品和精制糖。你每天吃下去的每一口，其实都是在帮肠道进行微型基因工程。最后是超级关键的步骤3，夺回你的开源数据。扎娜一直强调，科学应该属于大众，所以你最该紧紧握在手里的就是你自己的身体数据。真的，别再像以前一样，非得等到痛了、病了才跑去医院看那张写满火星文的检验报告。现在科技太方便啦，你可以用那种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基因检测，定期去做进阶的血液生化分析，甚至带上连续血糖监测仪，也就是常听到的 CGM， 马上就能知道你刚吃的那口饭对身体有什么影响。把这些数据当作你身体专属的开源程式码，看着它们来精准微调你的饮食跟作息，这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。第4部分，嗨向充满活力的100岁，一起改写衰老的程式码。当你把刚刚那3个步骤串起来，你会发现看世界的角度都不一样咯。一旦你换上工程师的眼光来拆解身体的需求，用客观的数据、具体的行动去优化每个细胞，你就会发现，老化再也不是什么无能为力的悲剧，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编程、可以被优化的专案计划。从扎娜那些看似疯狂的实验里，我们得到了一句超级有力量的话：生命从来都不是写死的剧本，你的基因只是老天爷给你的一个起点，绝对不是你的终点。我们每个人手上都实实在在握着改写这道程式码的权利。在这次深度探讨的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好好想一想。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拥有重新编程身体的超能力，那么今天就在此时此刻，你要在自己的生活里安装的第一个软体更新档会是什么？是下班后去健身房来场阻力训练，还是今晚帮自己加一份发酵食物？记住哦，你的健康选择权现在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上。